誰為愛世人願捨身？這禮物化作活存的心靈，幸福是接受和活出這禮物的真諦，教我學習愛到痛時就如遇見主。人一生最如緊，豔陽縱使多耀眼，如若沒愛，彷彿天空阻隔了光線的障紋。請潔淨我心眼，長留着愛的恩泉，清澈璀璨。喺2013年初，羅馬天主教會發生咗一件盛事。喺3月13號，新嘅教宗選咗出嚟啦。自從教宗本篤16世喺2月13號宣布因為健康欠佳而退位，佢嘅繼任人選普世矚目。新教宗本名貝哥格里奧，係意大利裔嘅阿根廷人。佢獲選之後取名號為方濟各。無獨有偶，喺差唔多同一個時間，香港嘅天主教區亦都發生咗一件盛事。流芳濟世一出天主教大型原創音樂劇喺2月底假香港理工大學嘅演藝廳公演6場，全部都座無虛席。流芳濟世音樂劇嘅故事係講述一位意大利聖人聖方濟亞西西嘅傳奇一生。方濟亦都正正係新任教宗名號嘅由來。咁呢一位方濟又係何許人呢？聖方濟生於1182年11月，係意大利中部嘅亞西西城人。佢只係活咗43歲，但係佢死咗之後800幾年以嚟，對於後世仍然有極大嘅影響。方濟死後2年，即係1228年，已經獲教廷冊封成為聖人。佢後嚟更加被教會尊奉為動物、商人、環境保護者、美國三藩市以及意大利全國嘅主保聖人。亞西西呢一個美麗嘅山城，亦都因為方濟而聞名於世。方濟嘅思想超越時代，佢嘅行為超越階級。佢嘅父親係一位富有嘅布商，佢年輕嘅時候亦都曾經沉迷享樂。喺18歲嘅時候，佢經歷咗戰爭失敗同埋病苦，透過尋求天主嘅啟示，方濟終於揾到咗人生嘅方向。為咗實踐愛主愛人，佢放棄世俗嘅名利，自居貧賤，並且為當時無藥可醫嘅麻風病人服務。聖方濟畢生從未成為神父，佢係靠隱居修道、不畏艱辛咁樣活出聖言，而最終能夠成功咁樣四處宣教，成立咗佢稱為小兄弟會嘅方濟會。佢又為一位效法佢放棄貴族身份嘅少女，即是後來成為聖女嘅嘉勒，組織咗一個女性嘅修會。新約聖經入邊嘅馬竇福音對佢嘅影響好大，令到佢決定終生遵守神貧嘅美德。時至今日，方濟會同埋聖嘉勒隱修會嘅追隨者仍然喺世界各地延續佢愛人愛物、宣揚和平嘅精神同埋簡樸嘅生活。音樂劇《流芳濟世》就係講述聖方濟一生嘅重要事蹟。佢嘅演出陣容非常強勁，除咗著名演員陳美琪、張衛健、許紹雄同埋劉松仁之外，仲有一啲資深或者新進嘅傳媒人，以及6間中小學校甚至幼稚園嘅學生，合共有200幾人參與台前嘅演出同埋幕後嘅製作。流芳濟世係香港史無前例嘅大型天主教音樂劇，由恩保德神父策劃，
公用音樂主辦，籌備經年。呢一個劇嘅製作非常出色認真，演出空前成功。好難想像所有台前幕後嘅工作人員都係義務性質，分文不取。喺呢一個公理掛帥嘅香港，簡直係一個奇蹟。愛常傳電視製作組喺2013年2月喺音樂劇公演嘅期間，飛咗去香港採訪咗部分工作團隊嘅成員，就等佢哋喺呢一度現身說法，同大家分享佢哋參與流芳濟世嘅體會啊！構思籌演呢一個劇嘅係宗座外方傳教會嘅恩保德神父。恩神父係意大利人，喺1958年晉鐸，嚟香港服務已經50幾年啦，講得一口流利嘅廣東話。由於聖方濟係意大利人最熟悉、最愛戴嘅聖人，早喺10年前，恩神父已經想將聖方濟嘅故事搬上舞台，介紹俾香港人認識。咁啊，我想做一個文化交流，呢個第一個思想。咁就好自然，我諗到方濟細細。恩保德神父好細個嘅時候，曾經去過佢家鄉附近嘅亞西西參觀，見到聖方濟手捧鳥巢嘅聖像，令到佢印象好深刻。恩神父想將聖方濟嘅故事編成音樂劇，已經醞釀咗10年。由於製作艱巨，令到計劃擱淺多時。好彩，恩神父鍥而不捨，終於喺2012年初喺公教報同埋互聯網重新招兵買馬。唔少人冒恩神父之名而嚟，使到流芳濟世終於可以喺嗰年嘅9月中成功埋班。因為呢度唔係話你請人做啊，完全係義務，呢個係一個好特別嘅，即係差唔多參加呢個 musical 嘅人200個人啊，話唔簡單啊！其實嗰個主要目的唔單止文化交流，都係一個福傳嘅意思嘅。信仰令到方濟從一個普通嘅富裕青年蛻變成為一位實踐基督聖言同埋改革教會嘅先鋒。原來信仰呢可以使到一個人有好大嘅改變，可以影響歐洲嘅教會，可以更新教會，可以影響社會啊！恩保德神父感覺到流芳濟世嘅演出，亦都感染咗現場嘅觀眾。真係話做咗之後呢，我發覺到係呢幾晚啦，我接觸好多係有深刻嘅印象嘅話，我見唔少嘅非天主教徒，即係冇信仰嘅人都流淚，即係呢個為我好大嘅鼓勵。原來呢，藝術同福傳有密切關係。恩保德神父想通過聖人嘅一生，亦都帶出另一個好重要嘅信息，就係人不單要同人和平相處，人同大自然亦都要和諧。人如果想得到快樂同埋平安，就要效法方濟，佢用貧窮而唔係用任何勢力嚟到工作。太多嘅錢財外物只會構成障礙溝通嘅牆。信仰信天主好抽象，好似，但實在呢可以改一個人嘅生命，可以使到一個人啊得到平衡啊，揾到佢嘅尋找嘅目標，人生嘅目標，即係信仰係咁重要。咁呢個係一個價值啊。仲有呢，即係呢個信仰呢，唔單止影響方濟喎，呢個信仰你變咗拉埋一班人分享有同一嘅夢。咁啊，如果一個人一個夢啊，只不過係一個人嘅夢啫。但係如果呢個夢係由千萬嘅人都同意啊，都分享咧，咁咪唔係抽象嘅夢，已經變咗事實。陳慧善 Cyprian 係流芳濟世嘅監製，佢喺2003年認識咗恩神父之後，同一個名為共融音樂嘅年青人組織一齊幫助恩神父做音樂福傳嘅工作，開始鑽研製作呢一部音樂劇。喺呢一日晚上，喺首場演出之後，佢感慨良多。即係嚟到呢一刻咧，我最深嘅感受係
世界嘅嘢往往係真係好奇妙嘅，即係天主嘅安排咧係更加奇妙。真係要等到我哋去經歷晒成個方濟嘅嗰個一生。呢個劇我哋喺好耐以前，我哋有一位朋友叫阿容靈區，一齊去研究呢一個音樂劇，仲有阿李國寶啊 Paulus 咁樣啦。咁研究完之後咧，一路做咗好多年，做到07年度，咁跟住大家都擺低晒，即係人生長大咗之後，大家都有唔同嘅理想。咁然之後就成件事咧係放低咗好耐。眼看呢一個劇快要胎死腹中，其實係天主自有佢嘅時間。2011年呢，我哋真正再一次坐翻埋一齊，去再由頭檢視過一次我哋之前擁有嘅嘢，同埋我哋嗰個劇本究竟配唔配合呢？咁嗰個劇本最初係一個好長嘅故事，一個小説嚟嘅。要將一個小説將佢演變成一個劇本，真係當中呢嗰個產生嘅嗰個波折咧，就喺嗰度。咁結果我哋最後咧，我哋冇用晒原本所有嘅歌，再揾過一啲作曲人，再去配合過呢個劇嘅劇情，去再寫過一啲歌。陳慧善覺得呢一個音樂劇嘅成功係群策群力嘅效果。200幾人係要係全義務嘅性質去參與，大家各有各忙。咁真係要一位嘅作曲人或者一位填詞人去做晒成個劇嘅音樂咧，係真係做唔到。咁所以大家真係群策群力去真係諗嗰個劇本，我可以咁講，修改咗80次都有。即係嗰個劇本不斷呢10年嚟講，我哋不斷去將嗰個劇本去再研究，繼續去將佢改良，繼續 improve。咁嚟到今日，我哋先至可以做得到呢一樣嘢。陳慧善同佢嘅團隊為觀眾帶嚟咗流芳濟世，但係流芳濟世就讓佢哋更加認識自己。簡單總結一句就係，我哋真係活咗、經歷咗真係方濟嘅嗰種人生嘅嗰個喜、嗰個樂，然之後先至可以尋求得到究竟真正一個人應該要去行嘅嗰條路係乜嘢，要懂得去放棄一切嘅嘢，放棄自己，唔單止係放棄物質嘅，唔係咁簡單。當大家都感受得到呢一樣嘢嘅時候，呢個團隊而家終於可以孕育出呢一套音樂劇。陳慧善深信係天主俾佢哋嘅嗰份平安同埋嗰份堅持，讓佢哋成功演出呢一個劇。我行到嚟呢一步，我只可以咁講，我盡我一切嘅力去維繫住呢一個團隊。咁一路以嚟，我去陪伴阿恩神父一齊去發呢一個夢。發到今日，終於夢醒，即個夢成真咯，個夢成真。活躍喺香港演藝界20年嘅馮敬斌阿 Ben 喺2012年嘅7月，被恩神父邀請擔任《流芳濟世》嘅導演。咁我應承咗佢之後2日後，我哋就開始開我哋第一次製作會議。咁個製作會議嗰陣時，我劇本都未有。啱啱第一稿見到，我又唔知有咩演員陣容。慢慢啦，咁佢問我話陳美琪應承咗㗎啦，許紹雄應承咗㗎啦，咁仲有咩演員你想揾呢？咁我話，咁我真係特登就去 search 下有邊位前輩係天主教徒，咁啊再諗翻劇本入邊嘅角色，咁我就提議話不如張衛健啦、劉松仁啦。Father 就話得，劉松仁係我仔嚟嘅。我由細睇到佢大㗎啦，因為其實係佢幫阿松哥受洗嘅。咁張衛健又係認識咗好多年，咁結果就有而家呢個咁犀利嘅卡士。好多劇組人員都被一無所有、一無所缺嘅方濟精神所感動。Father 都講過，即係佢係好早期已經係一個好環保嘅人啦，因為佢同大自然好接近啦。但係我覺得一無所有、一無所缺呢個先至係我哋人生一路要反思嘅一件事。我自己過去嗰10幾年，我事業啊或者屋企啊，我都有好多唔同嘅經歷發生咗。咁真嘅喺我自己可以話嗰陣時揾到最多錢嘅一段時間，擁有最多物質嘅時間，反而係我最唔快樂嘅時間。咁但係當我某一啲嘢係冇咗啦嚇，唔再擁有某一啲嘢嘅時間，反而真係放低咗好多包袱。
係你活得更加開心，活得更加快樂。咁我覺得呢個係導致到即係天主嘅安排係覺得係一個最適當嘅時間俾我接觸流芳濟世呢一個戲。馮敬斌同埋唔少人都強烈感到係天主嘅安排，令呢一個劇喺呢一個時候面世。即係我覺得成件事一定係主嘅決定。係啊，我覺得我自己因為我嘅信仰啦，即係我覺得我人生每一個經歷、每一個階段都已經係主嘅決定，更何況呢一個戲啱啱喺呢一年，我覺得係 Father 喺一個最 right timing 嘅時間帶咗流芳濟世一個意大利嘅文化，而我哋將佢變成咗一個可以令香港觀眾去明白、去接受嘅故事，我覺得一切都係主嘅安排。可能有人會問，點解要用音樂劇嘅形式去演呢？音樂劇有樣嘢就係話，當你對白都唔能夠再表達到你嘅情緒嘅時間，就唱歌。即係其實嗰個係等於一個心聲嚟嘅。正如 Father 話，其實係成套戲都係 Francis 嘅一隻歌，係成套戲先係等於一隻歌。咁當然啦，音樂好多位作曲人、作詞人佢哋付出嘅努力，真係啲歌好好聽啦。我覺得啲詞係填得好靚嘅，好多都。但係其實入邊講緊嘅信息，我覺得已經係足夠可以觸動到觀眾。盧秀芬女士係方濟會聖文德書院嘅老師，佢帶領咗一群學生嚟到觀賞。佢好令我去反思翻，其實真係喜樂嘅生命係咪一定要擁有好多嘢呢？咁原來喺麻風病人嘅身上邊咧，原來都可以揾到一份好大嘅喜樂，都可以帶俾我哋一份好大嘅生活啟示咯。咁我覺得呢個對自己或者對我嘅學生其實都係好有幫助。覺得佢真係好偉大咯，唔理自己貧窮都幫助人。要跟住自己嘅夢想嚟行。我覺得佢好堅強咯。就算去到最後嘅時候，佢都係為咗天主而服務咯。我覺得成出戲都好逼真，因為啲配樂同埋佢嘅人物都可以做得好似樣，就好似真係以前喺阿西西嗰度咁樣咯。好睇咯，啲音樂好聽咯，又靚啦啲衫，跟住舞台設計又好靚啦，啲燈光效果又好好啦，好好睇啊！盧老師嘅學校曾經介紹過方濟嘅生平，讓學生們透過閱讀同埋繪畫認識方濟嘅一生，從而啟迪佢哋。而家能夠有呢一個音樂劇觀賞學習，就更加立體啦。咁我見到同學都投入到，因為咧，當佢做到某啲片段啦，譬如脫衣還褲啊，或者同雀要講到啦，啲同學係有反應，因為佢哋都仲記得呢個片段，咁會加深我哋嘅印象咯。蔡奕恒係流芳濟世嘅美術顧問，佢喺呢一個劇公演嘅前一年，被佢嘅代父引領入局做籌備嘅工作。我個 father 咧就係個電影導演啦，宋浩輝先生，佢就同我講：我哋有個歌劇喎，咁我第一時間二話不說，我就話：呢個係一個好好嘅機會，咁變咗我就一口就應承咗啦。蔡奕恒話：佢嘅工作係個百搭，而其他幕後嘅團隊，包括佈景同埋燈光都非常出色，非常專業。其實係眼見嘅嘢都係我譬如話景啦，或者服裝啦，或者其實依家嘅譬如設計上面啦 poster 啊，或者係所有你見到嘅一啲美術上面嘅嘢都係我去管嘅。咁當然啦，唔係我一個人做到㗎啦。咁我作為一個顧問嘅，咁我其他下低仲有好多團隊，譬如我哋服裝有2位可愛小妹妹啦，咁佢哋啱啱就都係未係做過嘅舞台劇嘅，但係佢哋嘅熱誠咧已經變成佢哋嘅專業啦。依家洪家榮係助理導演，佢當初亦都係由於響應殷神父嘅號召而入伍。大家可以做到啲乜嘅咪出力咯嚇。咁佢開頭揾我做嗰樣嘢，我係唔識做嘅。咁然之後我都去咗先啦，去咗坐低咗，然之後大家傾下，咦咁你應該適合做啲咩啊？咁咪係咯，就 take up 咗個副導演。我哋嘅副導演 Joseph。洪家榮唔怕困難，勇敢咁樣面對挑戰，回應咗殷神父嘅號召。試完之後獲益良多啦。我覺得對於我嚟講，我喺呢個劇學到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嘢就係我付出得越多，收穫就越多咯。唔係實質嘅，其實基本上全部都係靈修方面。即係當你付出嘅時候，你會參與啦，你會睇到嘅時間內啦。咁見到嘅嘢多，感受到嘅嘢都會多咯。可以話對我人生都係好大嘅衝擊。
林立基本身從事流行音樂創作同埋教育工作，係流芳濟世嘅其中一位作曲人。我 get 到嘅同殷神父身上面咧，就係我係俾佢感染到，因為我成日都好想喺音樂方面就可以做到福傳呢樣嘢嘅。咁我知道佢哋有呢樣嘢嗰陣時候咧，佢哋嚟聯絡我咧，我就即刻劈低晒，我都話我一定會嚟幫你嘅，因為我太想做呢樣嘢啦。林立基覺得用流行音樂嘅形式並不妨礙表達800幾年前嘅故事。每個時代都有佢自己嘅音樂特色啦嚇，巴洛克時代有巴洛克時代嘅特色，印象派有印象派特色，而家喺香港呢個環境有香港環境嘅一個流行曲嘅特色，但係有啲嘢係永恆嘅，包括我哋想將方濟想俾大家信息，呢啲係永恆，係超越咗時代。咁所以我哋點樣可以將呢個信息喺翻嗰個時代去表達一個比較最容易嘅方法表達咧？反而咧就係一個重點咯，我哋會睇，就絕對唔會覺得咧，因為呢樣我哋用咗流行曲而會將佢原本嘅信息咧係將佢淡化咗。林立基喺創作遇到困難嘅時候，不斷咁樣祈禱，天主竟然真係俾咗佢好多奇妙恩典，使佢喺10日之內寫咗10首歌。最感動嗰件事咧，就反而唔係見到個場景或者係演員嘅演出，係見到咁多人可以同我一樣擺低晒啲嘢，全力去支持呢樣嘢，嗰個感動咧係我諗比起我人生任何攞過嘅獎、攞過嘅一啲榮譽係高興。咁我覺得即係尤其是睇到觀眾嘅反應啊，樣嘢呢啲已經係天主俾緊嘅信息，叫我繼續去做。恩保德神父多年嚟身體力行，係好多人嘅榜樣。咁我覺得其實我從恩神父個身上面學到咧，就係一份堅持一份堅持就話喺呢一個10年喎，佢由構思到而家做咗10年，你即係而家作為一個音樂劇，我覺得我應該要繼續 keep 落去，係10年再一個10年，10年再一個10年咁樣做落去嚇。音樂劇有歌自然有舞，戴淑明係天主教玫瑰福傳舞蹈團嘅成員，喺流芳濟世當中擔任編舞統籌同埋排練導師。其實有好多嘅演員都冇跳過嘅，因為我睇到有好多真係好勤力，睇住佢哋進步嘅。咁所以我覺得其實成個喺跳舞裏面嘅元素係故事、音樂、內容同埋演員自己本身，佢哋究竟喺佢哋冇投入佢自己角色，投入成個佢知道自己想做啲乜嘢嘢，呢個好緊要。10年一覺流芳夢，其德福傳濟世名。李國寶係流芳濟世嘅原創故事同埋編劇，佢最清楚呢一段辛酸史。我哋用自己嘅時間，用我哋嘅毅力嚟到去換取呢一個作品。我覺得係，亦都係因為天主嘅帶領之下咧，喺咁漫長嘅時間，我哋仍然去願意默默咁付出，希望可以做到福傳嘅效果。喺資料搜集嘅過程，令到李國寶深入咁樣認識咗方濟。方濟係好特別嘅，方濟可以話係將中世紀教會一個黑暗嘅時代帶去一個新嘅局面咧，係令到好多神父可以話係撥亂反正，呢個係要多得方濟嘅功勞嘅，因為當時太豐盛，嗰個時候提倡簡樸生活，係令到一班嘅神父真正了解到究竟一個信仰生活應該點過。我哋而家正係處於一個物質豐盛、精神空虛以及價值混亂嘅時代。方濟所提倡嘅簡樸生活、服務弱小以及虔誠事主，非但不過時，反而係人類自救嘅良方。今日嘅教宗方濟各同埋亞西西嘅方濟，都係我哋嘅模範。我覺得一個吸引人嘅音樂劇呢，係唔可以純粹就咁說教，必須係要揾到一啲人性化同生活化嘅層面。佢有佢嘅喜怒哀樂，我哋先至可以顯示出究竟佢嘅虔誠係嚟自邊一度，點解佢會有一個咁樣信仰嘅歷程呢？即係呢一個就係個音樂劇嘅精髓所在咯。
李國寶覺得流芳濟世雖然只係公演6場，但係佢嘅福傳效果可以非常深遠。參與製作嘅每一個單位裏邊嘅人呢，其實有好多非天主教徒嘅，佢哋參與完呢個過程，佢哋係慢慢融入咗我哋教會嘅生活。我覺得呢個已經係福傳嘅第一步。至於現場嘅觀眾，不少都受到感動。其實我哋唔係用一個好 hard sell 嘅形式嚟到去講天主教，我哋只係將方濟人性嘅一面展示出嚟。邊個睇到邊一節，佢能夠感受到啲乜嘢，其實係在乎佢喺套戲裏邊，佢邊一個位能夠感動得到佢。因神父用咗10年，呢個效果做出嚟咧係非常之好啦，同埋咧係一個新嘗試。主辦機構共融音樂有意將呢一出音樂劇輯錄成為 DVD 光碟，好俾更多人有機會去欣賞，擴大福傳嘅領域。我哋由創作以至到製成 DVD 都係做緊個福傳嘅。咁我覺得呢件事係好偉大。咁一步一步，參加者以至就算純粹嚟睇嘅觀賞者都可以感受到我哋呢一個福傳嘅使命啦。教宗方濟各喺解釋馬竇福音中塔冷通嘅比喻嘅時候話：呢一個俾我哋明白喺呢一個等待基督再嚟嘅時刻，係行動嘅時刻，係要將天主嘅恩賜唔係用喺自己身上，而係為佢、為教會、為他人，係令世界變得更好嘅時候。流芳濟世嘅製作團隊就係善用自己嘅塔冷通，亦即係天主俾佢哋嘅各種恩賜，令到世界變得更美好嘅例子。呢一集我哋介紹咗流芳濟世嘅幕後團隊，喺下一集嘅飛躍舞台就會請一啲主要嘅演員粉墨登場，請大家拭目以待。講述聖方濟一生嘅音樂劇《流芳濟世》，台前幕後有200幾位義工參與，籌備過程用咗10年。我叫呢個 project 叫 Mission Impossible。真係如果冇天主帶領，都冇今日。你想唔想聽下有份參演呢一出音樂劇嘅演員點樣俾聖方濟啟發呢？請留意呢一個星期嘅《愛常傳》。睇完呢一集《愛常傳》，如果你想分享你嘅感受或者故事，歡迎你打我哋嘅熱線電話同我哋傾下。我哋下個星期同樣時間再見，天主保佑。